第一课，烤面包。希望如此。你对第一次做面包的人有什么建议吗？当然可以，从简单的食谱开始，确保严格按照食谱上的量来做。好主意。烘焙中精准度似乎至关重要，尤其是酵母的使用。当然，别忘了让面团充分发酵，这对于获得良好的口感至关重要。我听说揉面也很重要，它能形成面团中的面筋。没错，揉到光滑有弹性，效果最佳。我很想尝试一下，好想在家吃到新鲜的面包啊！是的，没有什么比烤面包的味道更让人舒服的了，它让人感到很舒服。我迫不及待想尝尝成果了，希望一切顺利。第二课，酒店设施。酒店听起来也很棒。是的，我们有餐厅，供应早餐、午餐和晚餐。太棒了，住的地方有餐饮选择总是很棒的。绝对，这很方便，尤其是在探索了一整天之后。是的，我喜欢在旅行时品尝当地美食，因此现场有一家餐厅是一个额外的福利。没错，我期待着品尝他们的菜肴，享受轻松惬意的用餐时光。我认为这是一种无需走远就能融入当地文化的好方法。是的，这也让我们有机会放松并反思我们的冒险经历。我同意，而且能在舒适惬意的环境中用餐也很不错。我迫不及待的想看看菜单，看看他们提供什么美味的选择。第三课，购物选择。这个地区有很多商店可供选择。确实如此，有时候确实会让人不知所措，但多样化确实很令人兴奋。当然，你有什么想去的店吗？是的，我听说过一些拥有独特服装和配饰的精品店。听起来真有意思。我喜欢支持那些提供独特服务的本地企业。当然，而且你还能找到在大型连锁店里找不到的商品。是的，这些独特的发现背后往往都有一个特殊的故事。没错，我觉得在能体现当地文化的地方购物更有意义。我同意，我们列个清单，看看想去的商店，规划一下购物路线吧。第四课，记忆与价值。我希望我有良好的记忆力，这样我就能记住所有重要的事情。这可是一项宝贵的技能。我们的记忆塑造了我们如何看待经历和他人。没错，我注意到我有时会忘记一些之后可能会很重要的细节。是的，当你无法回忆起你应该记住的事情时，这可能会令人沮丧。我同意，写日记或做笔记可以帮你记录这些瞬间，方便以后参考。当然，这真是保存记忆、日后回味的好方法。
此外，回顾自己曾经写过的内容也会成为一项有趣的活动。是的，我认为记录经历可以增加我们个人历史的深度。我很想开始写日记，来更有效地记录我的想法和记忆。第5课，健身课。嘿，你听说过健身房新开设的健身课程吗？是的，我做到了，听起来很刺激。我一直在寻找一种保持活力的新方法。我也是，我觉得尝试新课程可以让事情保持新鲜有趣。当然，多样性是保持健身动力和兴趣的关键。我同意，而且这也是结识拥有相同健康目标的新朋友的好机会。是的，小组课程的活力确实可以激发人们的积极性。当然，我迫不及待的想尝试一下，看看效果如何。我也是，我觉得这会给我们的日常生活带来很大的补充。我们计划一起去吧，那样会更有趣。第6课，日常融入。太棒了！你是如何将锻炼融入日常生活的？我尝试每天留出特定的时间来锻炼，这有助于我坚持锻炼。这听起来是个不错的计划，有规律的生活更容易坚持下去。是的，而且我还混合不同类型的练习来让事情变得有趣。这很聪明，多样化的运动既能避免无聊，还能锻炼不同的肌肉群。没错，我喜欢有氧运动、力量训练和柔韧性训练交替进行。这方法太棒了，它能确保健身计划全面均衡。是的，另外，我觉得倾听身体的声音并根据需要进行调整也很重要。我同意，找到适合自己的方法是保持健康生活方式的关键。第7课，旅行安全。说得好，安全也很重要，尤其是在去新地方旅行的时候。是的，我们应该查看旅行警告和针对我们目的地的任何建议。当然，了解信息可以帮助我们避免潜在风险，确保安全。我同意，计划旅行时最好还是主动注意安全。是的，检查当地的习俗或法规也会有帮助。没错，了解文化可以丰富我们的经验，避免误解。我认为尊重当地习俗的同时，也必须优先考虑我们的安全。是的，稍加准备就能确保旅途顺利愉快。我很高兴我们讨论这个问题，它帮助我们对我们的旅行计划更有信心。第8课，精心设计你的推销方案。当然，撰写一份简洁、引人入胜、突出你专业知识的 pitch， 对于留下良好印象至关重要。我完全同意，精心准备的演讲真的能抓住听众的注意力。没错，重点在于展现你的技能，而不是用细节淹没他们。
是的，使用清晰、引人注目的语言可以帮助有效地传达您的信息。当然，我觉得在演讲前练习几次也能增强你的自信。这主意太棒了，它能帮你消除尴尬的措辞，确保表达流畅。是的，收到其他人的反馈可以为如何进一步改进提供宝贵的见解。当然，合作往往能使想法更加完善，甚至更加有力。我认为，通过一个好的推销，你可以打开许多机会的大门。第9课，公主梦。有时我想我会成为一名公主，这似乎是如此光鲜亮丽的生活。这想法真有意思，当公主确实有很多好处，不是吗？当然，漂亮的礼服、盛大的舞会、皇室般的待遇，一定棒极了。是的，但我不知道她是否真的像看起来那么完美，肯定也有很多责任。确实，我想应对公众场合和各种期待应该会很有压力吧。是的，而且个人自由可能很少，你必须遵守很多规矩。没错，这是奢侈与失去隐私之间的权衡。对，我觉得我会享受这种冒险，但我也想要独立。说得对，或许这更多的是关于公主的幻想，而不是现实。第10课，耐力运动。我一直在阅读有关参加需要极大耐力的运动项目的运动员的文章，这令人印象深刻。是的，他们每天都要训练几个小时，将自己的身体推向极限，这真是令人难以置信。没错，他们很多人都服用 EPO， 这能提高他们的表现，尽管这存在争议。确实如此，这引发了关于体育公平性的重要伦理问题。是的，这让你想知道这些物质对训练和天赋的影响有多大。对，提升运动表现和保持运动精神之间只有一线之隔。我同意，运动员的努力值得赞扬，但不能以牺牲正直为代价。当然，找到一个既能实现成就，又能兼顾公平的平衡点至关重要。我认为随着运动科学的进步，围绕这个话题的讨论将会继续发展。第11课，人质故事。我读到的故事拯救了我的同伴，西方人质，非常扣人心弦。听起来太刺激了，对于所有参与的人来说，这肯定是一段痛苦的经历。是的，他们侥幸逃脱的方式确实凸显了这种情况的不可预测性。绝对没错，生死关头运气的作用真是惊人。是的，它让你思考人们在极端情况下的韧性。当然，这些经历可以深刻地改变一个人以及他看待世界的方式。我同意，这证明了人类的精神和无论多么艰难都要生存下去的意志。
是的，分享这样的故事可以激励其他人珍惜他们的自由和安全。我认为记住这些故事至关重要，因为它们提醒我们和平的价值。第12课：自然观察。不下雨的时候，知更鸟会从湿地里抓虫子，观察这一现象很有趣。是的，大自然有其自身的节奏，尤其是鸟类如何适应天气条件，这真是令人惊叹。没错，看着它们觅食，就像看到大自然的平衡在一点点运作。绝对，它们根据环境判断何时觅食，真有意思。是的，那些时刻让我们想起了观赏野生动物的简单乐趣。我喜欢这个，即使在城市里，这也是一种与大自然亲密接触的美妙方式。当然，而且这也是一个向其他人介绍当地野生动物及其习性的好机会。是的，分享这些经验可以激励更多的人欣赏和保护我们的环境。我同意，下次我们自然漫步的时候，一定要观察并记录下所见所闻。第13课：植物交易。听起来太棒了！我有一些新的绿萝插枝，等我们俩都安顿下来后再交换吧。我很喜欢，绿萝真是漂亮极了，能为任何空间增添绿意，简直完美。当然，它们也很容易照顾，非常适合初学者。是的，我喜欢它们在不同的光照条件下茁壮成长。没错，而且交换植物也能让我们的收藏更加丰富有趣。我同意，分享插枝，看看它们在不同环境下的生长情况，真是太好了。是的，这就像彼此分享我们的园艺之旅的一小部分。我认为我们还应该交换如何照顾它们的技巧，这可能会有帮助。真是个好主意！我对我们的植物贸易以及随之而来的对话感到兴奋不已。第14课：金融稳定。除了储蓄之外，考虑投资和分散投资组合，以保持稳定也是明智之举。绝对，单纯依赖储蓄会限制你的财务长期增长。是的，投资可以让您的钱为您工作，从而可能增加您的财富。没错，了解不同的投资选择很重要。我同意，多元化投资可以分散风险，打造更平衡的财务策略。是的，如果一项投资没有达到预期的表现，它可以提供安全保障。没错，我认为了解市场趋势并相应的调整策略至关重要。当然，持续学习财务知识是做出合理投资决策的关键。我很乐意一起探索投资机会，这可能是一个很好的学习经历。第15课：野餐计划。我也是，我这个周末计划去野餐，我真的很期待。听起来真棒！你打算去哪里野餐？我想到湖边的公园，那里有美丽的景色和足够的放松空间。
那地方太完美了，我喜欢那里的宁静，尤其是午后的时光。是的，美丽的风景为享用美食提供了绝佳的背景。当然，你打算带什么零食？我会带一些三明治、水果，也许还有一些甜点。听起来真好吃，我也想带些自制的饼干来分享。好主意，我们一起搭配野餐篮，享受户外的欢乐时光吧。第16课，体育主导地位。历史上，许多运动项目都由特定国家主导，例如棒球、游泳和高尔夫。是的，看到某些国家由于各种因素而在特定运动项目上表现出色是很有趣的。没错，训练设施、教练指导和文化重视都能发挥重要作用。绝对，他创造了一个其他国家难以打破的强大遗产。是的，看到新兴国家努力在这些运动项目中站稳脚跟是很有趣的。当然，它展现了体育运动的演变，以及比赛如何随着时间推移而改变。我认为弱势球队崛起挑战传统强队也是令人兴奋的。是的，这些故事常常成为传奇，激励着后代的运动员。我同意，这让体育赛事更加刺激，也更加难以预测。第17课，寿司制作。我正想试试自己做寿司呢，你呢？听起来很有意思，我一直想学学怎么正经做寿司。是的，这看起来是个用独特的东西给亲朋好友留下深刻印象的好方法。当然，而且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定制配料。没错，我很期待探索不同的馅料和口味。我也是，你有什么具体的食谱可以开始吗？我正在考虑做一个经典的加州卷儿，这是一个不错的初学者选择。这真是个完美的选择，做法简单却美味，而且我喜欢这种口味的组合。我同意，等我们掌握了窍门，就可以尝试更多大胆的卷法了。第18课，美术用品。当然，我很乐意帮你开始学习绘画，这真是个很有意义的爱好。谢谢，我很期待深入研究，但不知道从何入手。没问题，我们甚至可以一起去买生活用品，这样会更有趣。听起来很棒，我很想听听大家的推荐，看看能不能买点什么。当然，一套好刷子、一些优质颜料和一块画布就是很好的起点。是的，我很好奇什么颜色对于初学者来说是必须的。我认为拥有一个由原色组成的基本调色板是个好主意，再加上白色和黑色进行混合。很有道理，我喜欢尝试创造新色调。没错，绘画就是探索和表达自我的创造性。
第19课，放松活动。冥想或阅读等活动确实能帮助我在漫长的一天之后放松身心。我完全同意，那种宁静的时刻真的让人神清气爽，焕然一新。是的，我应该将这些更多的融入到我的日常生活中，尤其是在生活变得如此忙碌的情况下。当然，抽出时间照顾自己，对于保持平衡与平和至关重要。我认为每天即使只留出几分钟，也能带来很大的改变。是的，关键在于优先安排那些给自己充电的时刻。我还发现写日记是清理思绪的好方法。真是个好主意，把想法写下来可以帮助处理情绪，减轻压力。我同意，让我们一起抽出时间做这些活动吧，这会很有激励作用。第20课，流星。流星似乎照亮了整个天空，不是吗？是的，它们真是太美了。捕捉到一只的时候，感觉就像经历了一个神奇的时刻。没错，它们通常看起来离地球很近，这更让人惊叹。是的，它们实际上是流星体在大气中燃烧，这很令人着迷。我知道，想想他们为了创造如此耀眼的展览所经历的旅程，真是令人惊叹。当然，我喜欢看到许愿就许愿，感觉像是一种特别的传统。是的，相信这种经历中蕴含着某种魔力，真是太有趣了。我同意，看流星真是与自然和宇宙沟通的绝佳方式。让我们尽快计划一个星空下的夜晚，我很乐意与您分享这样的体验。第21课，探索加拿大。我住在加拿大，这是一个由10个省和3个地区组成的非常大的国家。听起来真棒，各省之间的差异一定令人惊叹。当然，每个省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景观，甚至气候。是的，我想穿越加拿大会给你带来许多不同的体验。当然，从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群山到新斯科省美丽的海岸线，太多值得一看的地方了。我很想探索加拿大的自然美景，它似乎是户外爱好者的天堂。是的，多伦多和蒙特利尔等充满活力的城市也有很多值得一看的地方。我只能想象这些城市的美食和文化活动。没错，这里完美的融合了自然与都市生活，是一个绝佳的居住地。第22课，购物要点。太好了，我会带个袋子去购物。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是的，让我们确保我们有一个所需物品的清单，这样我们就不会忘记任何重要的东西。好主意，清单能让我们保持条理，专注工作。当然，我们还应该考虑一下有什么特别想尝尝的菜品。对了，我们去的时候也可以看看有没有折扣或促销活动。是啊，这样我们就能省点钱了。
能找到划算的总是好的。我同意，我们购物的时候留意一下有没有促销活动吧。当然，我觉得只要我们坚持计划，今天购物一定很充实。我迫不及待想看看我们能找到什么，让我们一起享受这次购物之旅吧。第23课，精明购物。明白了，所以我们会选择价格最低的商店，以最大限度地利用我们的预算。这听起来真是个聪明的策略，明智购物能带来很大的改变。没错，物有所值很重要，尤其是有清单的时候。是的，比较价格确实可以帮助我们做出明智的决定。当然，而且找到划算的商品还能省钱，真是太有成就感了。我同意，知道我们充分利用了这次购物体验，感觉真好。是的，这也是一个有趣的挑战，看看谁能找到最划算的交易。我喜欢这个主意，这会给我们的购物之旅增添一些乐趣。当然，看看谁能先找到最划算的优惠。第24课，运动员的梦想。年轻运动员常常不切实际的梦想着成为一名职业运动员而放弃学业。是的，有趣的是，许多人只注重体育运动而不考虑教育。确实如此，在体育界取得成功的几率非常小，这一点常常被人们忽视。当然，他们必须有一个备用计划，以防万一。是的，平衡学业和体育可以提供宝贵的生活技能和机会。我同意，教育能打开体育本身无法打开的大门。对于年轻运动员来说，重要的是要明白这两条道路可以共存。是的，鼓励他们在专注于学业的同时追求自己的激情至关重要。我认为我们应该倡导支持这种平衡方法的计划。第25课，消费者洞察。了解每个目标市场的消费者行为和偏好，对于成功至关重要。当然，它允许企业定制产品以满足特定需求。是的，分析消费者趋势可以制定更好的营销策略。我同意，了解客户需求有助于制作相关的广告。确实如此，观察不同人群对营销活动的反应真是令人着迷。是的，根据反馈和趋势调整策略至关重要。我认为进行调查和焦点小组可以提供有价值的见解。当然，倾听消费者的声音有助于企业在市场上保持竞争力。我很高兴能够进一步探索消费者行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域。第26课，旅行准备。是的，我们需要护照和签证才能出行。你把所有东西都打包好了吗？我相信我已经带齐了所有东西，但我应该再检查一下我的包，以确保万无一失。好主意，准备充分总比准备不足好。
当然，我会列个清单，确保没有遗漏任何重要的事情。好主意，我也会这么做，让一切井井有条，轻松无压力。是的，这是一个审查我们所需旅行证件的好机会。没错，我们得确保所有必要的文件都齐全。当我知道我们的准备工作已经做好充分的时候，我感到更加有信心了。我也是，期待旅途顺利愉快。第27课，共同规划。听起来我们有相似的兴趣，让我们一起计划吧。当然，我觉得合作会让我们的计划更加精彩。是的，一起集思广益可以带来一些美妙的体验。我同意，分享想法，看看我们能想出什么点子，总是很棒的。没错，你计划里会安排哪些活动呢？我想我们可以去探索一些新餐馆，也许还可以去看看当地的活动。听起来太棒了！我一直都喜欢尝试新的地方和体验。我也是，我们列个清单，看看城里有哪些好玩的餐厅吧。好主意，我迫不及待的想看看我们能一起计划什么有趣的冒险。第28课，杂货店购物。我需要一些水果、蔬菜、面包和牛奶，你呢？我计划这周吃一些零食，也许还有一些意大利面作为晚餐。听起来不错。忙碌的日子里能有快餐总是好的。是的，我想确保我有健康的选择来保持精力充沛。当然，新鲜水果和蔬菜对于均衡饮食至关重要。我同意，我们买东西的时候一定要看看这些商品有没有打折。好主意，买健康食品还能省钱，感觉真好。是的，我们还可以通过选择新鲜农产品来支持当地农民。我喜欢这个，这对我们的健康和社区来说是双赢的。第29课，食物偏好。太棒了，我觉得我们的饮食偏好挺相似的。太棒了。是的，当我们喜欢同样的东西时，计划膳食和外出活动就会变得容易得多。我完全同意，这为我们共同探索提供了更多选择。没错，尝试新餐厅或新菜品变成了一次有趣的冒险。是的，发现我们都喜欢的新口味是令人兴奋的。我喜欢这个，它创造了一种我们都能欣赏的共同体验。当然，我们列个清单，看看下次想去哪些地方。好主意，我迫不及待地想开始我们的烹饪探索了。我也是，这会是一次美味的旅程。第30课，保持动力。我需要专注于我的力量和耐力。有什么建议可以帮助我在这段旅程中保持动力吗？当然，
设定小而可实现的目标，确实能帮助你长期保持动力。这很有道理，庆祝这些小小的胜利可以保持动力。是的，找一个锻炼伙伴可以让你锻炼得更愉快，并让你承担起责任。我同意，和目标一致的人一起锻炼总是更有趣。没错，而且在动力不足的艰难日子里，你们可以互相鼓励。是的，改变你的日常生活可以让事情变得新鲜和令人兴奋。我喜欢这个主意，尝试新的活动可以重新点燃你对健身的热情。当然，让我们制定一个计划，互相支持，共同实现健身目标。